这不，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开始画大饼了，说什么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。但咱们来看看实际情况，11月份的资金外流数据简直惨不忍睹，创纪录的457亿美元就这么哗啦啦的流出去了。多家国际投行都预测，2025年人民币恐将迎来一波史诗级贬值。这可不是一般的唱衰呀！咱们先来看看到底有多惨。根据外管局的数据，11月跨境资金流动收支显示，收入1889亿美元，支出2346亿美元，净流出457亿美元。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？这可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月资金外流。过去20多年，中国的资金流动可都是顺差的。就算是2022年初，疫情刚结束那会儿，大家对中国经济信心不足的时候，这个数字还能飙到1000亿美元的顺差。也就是说，那时候外资还在往中国砸钱呢。但是到了2022年底，这个数字就像过山车一样，咣当一下掉到了200亿左右。而2023年第二季度更是破天荒的跌到了负100多亿，这可是20-30年来头一遭。虽然后面勉强拉了回来，回到了正值，但到了今年10月份，赤字一下子就飙到了258亿。结果11月份好家伙，直接暴增到457亿。看看这走势，简直就跟坐火箭似的往下冲啊！而且更可笑的是，按照往年的规律，每年10月到春节前这段时间才是外汇增长的黄金期呢。因为这时候都是企业集中结汇的时候，人民币汇率应该坚挺才对。可现在倒好，趋势已经让人瞠目结舌了。你们想想，等这个结汇期一过，那还不得直接跳崖呀？国际投行最新研报给出了一个令人惊悚的计算，就算只按10亿中国人计算，如果其中1亿人每人只用掉每年5万美元的换汇额度中的1万，那就是1万亿美元。而现在这几百亿的走资，说实话都不算啥。据市场机构统计，光是今年第4季度，中国境内投资者通过各种数字货币交易平台换的 USDT 数量就远超这400亿美元了。为啥会这样？还不是因为官老爷们不给老百姓一个正经换汇的路子走。表面上说每人每年有5万美元额度，但你真去换的时候，那个难度啊，跟登天似的。不管你想换现钞还是现汇，各种刁难等着你呢。所以说白了，现在的走资潮其实才刚刚开始热身呢。多家国际投行都预测，2025年才是真正的高潮。现在换的人还不多，是因为还有一帮小粉红在那抱着幻想呢。但你要知道，中国老百姓可都不傻，一旦他们意识到美元对人民币这趋势不对劲了，那可就是全民换汇的节奏了。到时候外汇会像洪水一样往外冲，那才叫一个壮观呢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最近发生了一件让全球资本圈都笑掉大牙的事，中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居然跌到比日本还低了。这可真是个历史性的时刻呀！咱们来对比一下，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是 4.755%， 德国 2.534%， 法国 3.64%。而中国呢，创下了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收益率，但风险却是最高的。这不是滑稽吗？说到这个风险，可就有意思了。外资在中国的投资规模目前大概有 2.5 万亿美元，其中大部分都压在国债上。按照常理，谁会把钱放在收益低、风险高的地方？这些钱迟早都得撤呀。投资美国的收益率都快比中国高1倍了，而且还是稳如泰山的国债，这钱不跑才怪呢。再来说说外汇储备这个糊弄人的把戏。很多人以为中国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，底气很足。但是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最新分析，截至2023年底，
中国的外汇负债全口径总额高达 2.4475 万亿美元。也就是说，总资产减去总负债，净值就剩7000亿美元了。一个月流失400-500亿，这日子可不好过呀。更逗的是，这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里，真正的美元也就占60%左右，剩下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？俄罗斯卢布、越南盾、马来西亚林吉特、泰铢，甚至连离岸人民币都算进去了。按2024年5月的数据，外汇储备说是3.2万亿美元，但真正的美元可能连1.92万亿都不到。而你的负债2.4475万亿可是实打实的美元啊！最关键的是，这些所谓的外汇储备根本就不是政府的钱，这是外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、中国公司做外贸、老百姓结汇攒下来的。这些钱人家随时都得用，你说这叫什么外汇储备？而现在国内金融圈最刺激的是，连自己人都对经济没信心了。瞧瞧这些国有银行、券商都在干啥？抢购国债呢。这帮人可是把国债收益率都抢崩了。到12月20日，5年期国债收益率跌到 1.361%，10年期跌到 1.69%， 创下今年以来的新低呀。10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暴跌了80多个基点，这下可把央行急坏了。央行看不下去了，12月18日火急火燎地把这些过分活跃的金融机构叫去训话。被叫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？银行、券商、保险资管、理财子公司、基金、信托，可以说是把金融圈子的大小玩家都叫齐了。央行威胁说要零容忍，要保持常态化执法检查。结果呢？这帮金融机构压根不鸟你，国债收益率该跌还跌，这不是搞笑吗？连自家人都对经济没信心，都往国债里躲，你让外资怎么看？说到底，这是为啥呢？因为现在中国经济都陷入了一个死循环，金融机构不敢放贷，就只能买国债，不放贷，实体经济就更惨，经济更惨，这帮机构就更不敢放贷，就更要买国债。这不是在玩蛇吃尾巴吗？更绝的是，今年上半年监管层就看出不对劲了，又是调研，又是写文章喊话，又是查处激进交易。但在经济和信贷持续低迷的背景下，这些警告反倒成了金融机构抄底的信号。每次监管一出手，这帮人就趁机再买一波，这不是在打监管部门的脸吗？最让监管机构和网络水军恼火的是唱衰中国经济，但现在债市走势就是在大喊萧条啊！有个投行人士可说得够直白，现在需求这么低迷，还有什么好投资的？高层把支持经济的希望都寄托在国有金融机构上了，结果这帮人倒好，把钱全藏进债市里避险去了，谁还管你什么商业融资？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？说到底，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政策信誉危机。你看看他们这一年干了什么？天天开会画饼，什么一篮子增量政策、5部门组合拳，说得天花乱坠。可市场根本不买账，连自己人都不信了。这情况跟历史上那些经济危机前夕还真有点像。历史总是在重复上演，前车之鉴就在那摆着呢，就看当权者能不能看得明白了。总结一下吧，3件事已经很明显了。第一，明年的经济形势可能会比今年更糟。第二，2025年那场风暴怕是躲不过去了。第三，等全民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那可就真的晚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。记住一句话，别人恐慌的时候，你要冷静；别人都冷静的时候，那才是真正该恐慌的时候。咱们下期再见。